你好，徐老师。你好，你好。我是一个开文玩店的啊。然后呢，我的朋友呢给我一对这个瓶子，在我的店里面来寄卖的。但是有的人说呢，它是乾隆本朝的啊斗彩；有的人说呢，它是后代仿的。后代仿啊，还有一两个说是为了赚外汇做的工艺品。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让您给鉴定一下。他是来寄卖的话，要多少钱呢？他说你上网查，他说最少要300万向上。这对瓶啊，他要300万啊？对。现在他有2个诉求，你们听懂没有？听懂了。哎，其实啊，你们收藏就应该这样。哎，我看不懂，我找看得懂的地方，先去看一下。为什么花钱要花的值得？不然的话你就打水漂嘛。现在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乾隆本朝，因为下面是乾隆款。第二呢，后代仿前代，一般都是什么光绪寄托乾隆。第三个呢，创汇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创汇。这就问题来了，来，你先来。我觉得是新的，就是创汇的。对，我认为是创汇的，因为我还是感觉它这个地方有点昏，不厚实那种感觉。我看着摸着釉质是挺厚的哈，但是观感不是说那么亮。2万块钱是吧？这个我是不会下手的。有钱这个2万块钱我也不想要。为啥？我感觉它顶多是个仿的，甚至就是新的。我觉得这个那2万块钱是要值的吧？你要不要？要，我觉得值。你是当什么师傅？我就是说，万一是乾隆朝的，我想把它给收了。你想发财喽？对，我想捡个漏。大家记好了，这叫斗彩。斗彩就是什么？青花勾勒轮廓线，然后上面再填彩。青花呢要先高温烧造，出来以后再低温烧这个彩瓷，对吧？这要分2次。但是呢，民间有一句俗话叫10斗，斗彩嘛，9关，所以斗彩要比五彩什么价值要高，因为它呢比较少。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看这个东西老不老，彩瓷、粉彩、斗彩都会有胶质感。你看它在青花的轮廓线，你看微微的有点收缩了，这儿有一个光线光泽，你看到没有？它好像是胶水一样贴上去的，对吧？因为这个瓷器啊有老胎、现代加彩，但是如果老的彩的话，下面的胎一定是老的，不会有新的胎的。所以这个彩老的话，那下面的所有的都是老的。像这种彩，你看见没有？比较薄，胶质感非常好。这种就是什么老的彩的那种质感，你包括你看这个矾红，红中偏黄，很自然的渲染，这种都是老的质感。这一堆东西啊，老肯定的哦。现在就是乾隆跟光绪，是乾隆那就是上百万，那光绪那就是1/10。大家记好了，如果是乾隆和光绪啊，你去看大清乾隆年制的那个制字，制字上面不是像一个3叉戟一样的叉叉吗？对，对吧？对，如果是乾隆的话，它肯定是有5个叉，3个叉的，就是光绪寄托了乾隆款。哦。但是呢，光绪它也有5个叉的，但是3个叉的一定是光绪寄托乾隆。这个上面是3个叉，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光绪寄托乾隆的官仿官斗彩栓头瓶，这瓶。好。如果是乾隆本朝的话，像这种一对斗彩的官窑栓头瓶啊，那肯定是要7位数，就上百万。但是呢，光绪寄托乾隆的，他也是官仿官，我们给他一个市场参考价，15万人民币，恭喜你。好，另外，在我们华域之门鉴定为真品的话，会有我们华域之门的一个收藏证书啊，送给你。好，谢谢。这是你自己收藏是吧？啊，自己收藏，就在你们本地收的，就在本地。对，确实这个东西药之窑也是甘陕地区的一个特产啊，是除了陕西以外，你就甘肃出的多。这个呢都是属于这种深剔刻的，如果东西对呢，都属于这种北宋中早期的东西。属于这种折尖的这种大梅瓶，这种梅瓶呢，其实存世量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还是这种满清空的，这一个是刻的这个铜纸池花，一个是大花牡丹的，这种级别、这种发色都接近于这种北宋早期偏5代那种釉色了。我告诉你，如果这2只梅瓶如果是对的啊，就这个钱2000万。2000万。哦。
就是这2件东西，虽然说它这个内堂2件都有那种浮土，但是呢，你光从这个浮土上你不能判断，而且里面这个浮土的那种底部积得很深，而两壁积的这个状态比较浅，就外壁表面的这种皮壳啊，你看到满身分布，但这个分布是很均匀的。这个皮壳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对，这是做上去的，而且这个公板你看了刻得很精细，但是公板不流畅，而且呢，这个底部上你看这种浮土，这种土都是短期形成的。然后呢，这个角线做得非常机械，这个釉层的变化不丰富不明显。然后呢，像梅瓶的形，虽然说你看做得很工整，但这个形做得太板正了，尤其像口这种比例，说这2个梅瓶是不对的。我看这次您是一下带来了3件书画，这是一副中堂。那这件宝贝您是怎么得来的？等于是我叔父赠给我的吧。那这是谁画的？这是沙孟海，西泠市一任主席。书法应该如果排前10的话，他应该随便进前3名应该。哎呦，了解的很深啊。那这样吧，打开给大家伙看看。好好好。那这大概写的是什么内容啊？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能读懂他的字啊。我觉得虽然看不懂，但是笔锋啊各方面字体还是挺不错，成就感、年代感很重。这是一张四指轩整张的书法，完了呢还有一套对联儿，上联比较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应联呢到西边去玩水去洗涤的意思，下联表示着这样人的闲识境界之高，完了中间这个呢是抄的一首七言绝句，写的是范希文诗文的全篇。这首字还是想表达一种超脱自然的这种是隐是幻的这样的一个居士的一个情怀。这幅作品呢一打开呢写的非常清楚，沙孟海年80有5，盖了他的印章。虽然楹首没有盖这个闲章，但是大家能通过楹联的10个字加上中堂的书法四指轩，都有一个同感就像刚才这位先生提到了看起来很厚重，字很饱满，跟我们常态的字还有所区别。虽然用的是行草书用笔，但是他写字很有特点。他刚才有一句话说的对，是西泠印社的社长，从吴苍硕到饶宗颐一共就8位，都是中国近现代贤能者才为社长。沙孟海他是写榜书写的最好的，先生在近现代100年的榜书上可以堪称首屈一指，可不是第3，开老1没得问题。这是他的身份，跟作品真假毫无关系。哎呀，是吧？那我想问问您叔叔做什么的？大夫医生呀，那跟环保收藏半毛钱关系没有啊？哎呀，繁华呀，我跟你说名医可了不起为什么？其实任何一个行业求医问药是最重要的，所以名医自然识得天下各行业的英雄。我不知道你叔叔是名医啊？是名医，对自己肯定夸嘛。收藏了多少年呢？其实84年就是85年。沙孟海的出道最开始上追清代何绍基，所以的字的韵味节奏感好。这首诗词的整体气息，这种枯笔用笔，还有的字的大和小，大小之间的节奏，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它的节奏感非常好。还有上面的一个字涛字，这种贯气连笔的气息非常厚重。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件作品呢是沙孟海的一套真迹中堂作品。现在什么感觉？感觉非常好。您觉得它值多少钱？现在行情我想应该大概在35到50中间。我觉得这幅画应该在10到15万之间，有50万左右。你这里有硬伤减分项，必须得说。大家看一下这块是吧？这是被烧了，这不是抽烟就喝酒，这个是真的没法修复。给这张书法的是9分的品相。所以我给出的市场价是40万元。谢谢你啊，跟你预期差不多嘛。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好，这是您自己收藏的，这2件东西您自己有研究过吗？
反正我自己感觉好像是就在元代左右吧。就是如果是老的，它就是元代。你说这说法没问题。你看上面它也有这种皮子，就是所谓的这种沁，这都也是短期做上去的。这种修足现在就是新烧那种修足，它修足修的比元代要愣一些，元代相对没有那么规整。而且你看这个胎釉交接线过渡的时候，你啪一下就过来了。以前是元代是这样蘸釉，蘸完釉以后吧，然后这个釉就往下流淌，这个胎釉交接线就直接否定它不是一件真品的。然后还有看这个红斑，这个钧窑如果有挂红斑的，它这个红斑和底釉的融合感会比较强。你看这个就是红是红，蓝是蓝，这就是典型的新仿。这个是一个属于一种仿钧或者仿窑变釉，这种仿的是明代的那种石斑窑。像这个形呢，里面就是做的这种水鱼里面趴的有这种所谓的青蛙，就有点半阴造的成分。你看上面有一些刻，这个东西呢，应该不是说近个10来年仿的，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仿的。主要还是这个点，胎釉交接线啊，大家看这个胎釉交接线过渡都不好啊，所以这也是个仿品啊。你带来的这2个品种都是高古陶瓷，就是宋代这个时期的瓷器当中非常好的品种，一个是汝窑工艺的，另外一个是钧窑工艺的。特别是这个钧窑工艺带有骨钉的碗，这是金代的钧窑的工艺特征。那么这个满釉直烧冰裂片的，待会儿我邮寄给你。这个什么品种有呢？现在泛指的就是汝州一带的贡瓷、青瓷有这个品种。如果东西是真的话，这2件东西都是非常好的收藏品。那么咱先说这件东西，东西到我们手里边，如果是老的，有2个途径。第一个呢是传世的，第二个呢是出土出水的。传世的呢是在地上环境当中不断的流传，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不可避免的会有玩赏。第二呢要使用，因为在现在的宝贝，在古代就是用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要洗一洗啊，摆放挪动一下呀，它有这样的传世痕迹。如果它是土填埋的，所有的墓葬，包括皇家墓葬，没有做防水的，它会下雨，会有冲刷，会有泥土进去，所以留存的传世痕迹、出土痕迹，它一定是真实自然的。我们看一下，从光的映衬之下，它也出现了一些色弱化光泽，上面有一些黄黄的周身密布的这个特征，不符合正常的地下环境的特征。那么传世过程当中更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咱说开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片？我们看到的这片都是个平面的，像地图一样裂的。你发现这个片没？这个片除了纵横交错之外，它还有纵深的片，这就叫冰裂片。这个片呢是瓷器烧造的一个物理变化特征，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釉质里边掺入玛瑙了，仿制品就大量的加玛瑙，产生这样密布的这种状态的特征。这是一个新产品。咱说这个啊，你看着它做的相对粗糙，但这也是贵族用的定制的品种。第一，它外面口沿带有骨钉，这像钢盔帽一样。另外，这个颜色，少数民族嘛，他到了这个中原之后，他不懂高级审美他就有花花绿绿的好看，所以金代的红绿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么这个色是什么变化色？这是氧化亚铜色，是氧化矿物料在高温状态之下缺氧状态变化出来的这种窑变釉。这个窑变釉最初是无意状态，这釉质里面含着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后来是刻意烧造出来的。您的这个呢，材质里边你看这个非常明显的呢，这里边就出现了釉色的下垂感，这是钧窑的工艺特征，天然釉料也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何断定这一类东西它到底是新的还是老的，还是看状态特征，上面斑斑驳驳的，包括底部的，这要告诉你什么？它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但是里面也有那就不对了，这个也是假的没有收藏价值，好吧？顾景舟名家壶呢有名家壶的特色，除了它上面的落款，更重要的呢还有材料。这个材料特征呢，它和顾景舟大师当年所制壶时期流行的这个天然材质这个砂泥呢是有一定区别的。第二点呢，大师做的一定是手工壶。您这个壶呢，从里边你看底部的这个特征呢，它是注浆工艺壶。
珠江工艺壶就非手工壶，手工壶是修琢出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这个茶壶，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形成的茶渍是无异状态的。你看您的这个壶呢，从口缘处和这个口流处以及这个盖子处，它都想表达我这个壶是经过经常使用啊留下来的这种使用痕迹状态特征。这个沙泥质是经过现代材料的轻微的改变颜色产生的色，所以从这几点意义上来讲，您的这把壶是个仿名家壶。你自己喝茶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用。如果要想用它喝茶的话，一定要经过高温的清洗消毒，把里面东西清除出来，再去用它。60元只卖个2万多，那个是。你是当成大师的壶买的吗？